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小组赛第8轮比赛当中，做客越南的中国男足1比3不敌越南队，提前2轮被淘汰出局，无缘卡塔尔世界杯。这场球赛让越南赚足了来自全球的关注目光。赛后，有关此场赛事的评论也是刷屏了网络，不少越南网友更是高呼“要赢就赢中国”。其实，越南足球队比国足要早好几轮丧失出线资格，战胜中国其实无关出线，只是荣誉之战。那么，越南民众为何如此看重这样一场关乎面子的比赛？越南举国到底如何看待中国？赶超中国是否成为了越南的发展目标？而赛场之外，越南对华还有着怎样的情节呢？来看短片。世界杯预选赛亚洲12强赛第8轮比赛，越南队在主场3比1创历史战胜中国队后，越南举国上下可谓一片欢腾，不少越南民众纷纷上街庆祝。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总理范明政还专程来到现场观赛，越南队每进一球，范明政都兴奋不已，高举双臂，长时间的鼓掌。在比赛结束后，范明政更是走到赛场上为教练组和球员打气，并发放红包以示鼓励。有越南媒体形容，战胜中国队是甜蜜的新年礼物。足球在越南的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有一次我去越南岘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沙滩上面很多踢足球的群众。越南认为这是荣誉之战，所以呢，他肯定能看重这个比赛嘛。竞技体育来说，赢一场是一场。赛场之外，在当前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越两国无论就地理、血缘、文化还是政治制度而言，无疑都是最为接近的。比如这场球赛进行的特殊时间节点，就是在中越双方的春节期间。与中国地域相邻、一衣带水的越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使用农历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几个全国过春节的国家之一。越南人把春节视为辞旧迎新的日子，从腊月23开始，一直到正月初7结束。置办年货、摆设鲜花、贴对联、包年粽、放鞭炮、舞龙狮、看春晚等，都是越南人过年的习惯。除了春节，越南与中国类似的传统节日还有中秋节、端午节和清明节。除此之外，从行政区域来看，越南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划分了58个省和5个直辖市，每个省下辖市与县。教育方面，越南实行5年小学、4年初中、3年高中的义务教育制度。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和药也曾经出现在了越南的中学教科书中。近年来，越南也已成为中国潮流文化最大的传播地，电影、电视、综艺等几乎都会被翻译成越南文。有统计显示，从2007年到2019年，越南引进的中国影视剧超过了600部，每天播放的中国电视剧占了越南全天的1半以上。中国的影视剧占了越南市场的57%左右。需要点出的是，中越特殊情节的背后，还离不开一场鲜为人知的抗法援越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发起了包括河内、顺化以及西贡在内的8月总起义。9月2号，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然而，力图恢复在印度支那地位的法国派军队尾随受降东南亚战区的英军开进西贡。1947年10月，法军大举进攻越北根据地。当时越军不仅没有先进武器，而且缺乏训练，只打过一些游击战，因此从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艰难境地。胡志明形容说，当时我们只能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1949年12月，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援助和派人去越南。1950年1月初，胡志明还亲自抵达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要求。此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同越南建立联系。毛泽东力排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1月18号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力促苏联和东欧国家尽快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因此，这一天被越南政府定为外交胜利日。
此后，在整个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不仅给出战略构想，还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大量无偿援助的国家。越军所有武器弹药均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4年5月7号，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击垮法国军队，宣告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结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看来，中国在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同时，帮助越南等一些邻国去殖民化，这是新中国外交中不得不提到的一大重要贡献。二战以后有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叫去殖民化，就是原来殖民地独立了，对吧？那咱们国家在去殖民化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完全是靠中国，就是印支三国，越老柬，知道吧？那个，搞军事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在去殖民化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地方都有游击队啊，反抗殖民者。坦率讲，的游击队打仗都打得不怎么样的，像阿尔及利亚跟那个法国打，我看最大的战绩啊，就是消灭了一个派出所，知道吧？就10几个人。但是越南真是打得很好，越南有个奠边府战役，哇，一次啊，消灭法国一个旅4、5千人就给消灭了。这个，然后现在这个史料都已经公开了，谁消灭了？我们的陈赓大将啊，是中国人给他打的，知道吧？中国人指挥的啊，当然前线冲锋的是那个越共部队啊，但是那个后面的装备指挥是我们的。这个，所以我们帮印支三国获得了国家独立嘛。所以在世界去殖民化进程当中，中国是有特殊贡献的，知道吧？只不过中国人他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但现在其实是可以说的，因为那个史料都公开了。